Hot Toys 的神洛基竟然这么快就出货了，哎，真是太让人惊喜了。你说不可能？我片头跟大家玩这个文字游戏啊，其实 Hot Toys 呢还真出了个神洛基啊，只不过是 Cos Baby 跟时间小姐一起呢，作为 ChinaJoy 上的新品，虽然偏轻量化，但依然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2款玩具，所以给大家简单的展示一下。那也没必要藏着掖着，直接先来看这个神洛基。这款神洛基属于是第2季的产品啊，可以看到包装盒上有很多线条啊，用来代表时间线。那整个包装的透明开窗部分呢，做了一些那种类似于时间辐射的工艺，看上去还是不错的。侧面呢是一个时变局的 logo 啊，上面还写着他们的标语。背面一如既往的注意事项，然后侧面呢是一个建模的渲染图吧。直接来看本次的主体啊，相信这一幕呢，所有看过洛基第2季的人都记得很清楚啊，就是洛基最后登上王座，成为故事之神的这一刻。洛基2的玩具能少到什么程度呢？少到除了 Funko 啊，你能拿到手里的其实就只有 Hot Toys 这一只啊。比起第1季上映时的那种百花齐放啊，那第2季的周边产品就非常克制。Cos Baby 的这个做工呢，一向是没什么问题的，包括它底下的这个石阶，都做了一些消光的涂装吧，然后上面有这个鎏金的刻画。其实具体呢，这种东西可以追溯到一种叫做金扇的传统工艺啊，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一种修复的工艺啊，也代表了时间。感兴趣你可以暂停一下啊，看一下就当个了解。细看一下这双乐福鞋呢，是被涂成了一个偏绿的颜色。那面部呢，其实我觉得表情选的不是很好啊，毕竟最后在洛基登神的时候，他的表情是很凝重的。但考虑到产品也是一个走可爱路线的定位吧，总不可能一直苦大仇深的。头部这个角啊，看官图的时候以为是透明件，实际不是啊，它是在模具上涂了一层泛金色的绿啊，有一种魔法交相呼应的氛围吧。因为故事之神这个造型出现的场景呢，确实过于暧昧化了。从服装、构图、画面全都很暧昧啊。HT 也做了2缕时间线的特效件给洛基抓着，这样看着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上面做了一点泛绿色的涂装，表明他在给这个时间线注入魔力。不过这个模具的细节看着真的很像麻花啊。那转一圈看一下，其实这个金色的椅子开模是非常精致的，包括时间线缠绕在手背上的这个细节 HT 也没有忘掉啊。你可以看到这个金色的涂装非常的亮，这个椅子的细节啊完全没有糊，就跟剧中的感觉是非常接近的。而且你看我的手在这儿，它甚至都能映出反光来啊，真的是很亮，而且细节很锐利。但这个涂装这么亮啊，我有点不敢用手去碰椅子的部分了。Cos Baby 的这个头发呢，精度倒是可以啊，就是在建模的时候做的挺像面包。有对比呢，看着效果更明显一点啊。咱们就拿出 Funko 之前出的这个官网限定的大盒跟它对比一下。乍一看 Funko 的这个很唬人啊，因为很大一个，不过接原著你一看就知道了。原作洛基在坐下之前呢，这个办公室基本上也就都湮灭了，到最后扯时间线这里呢，其实就剩下脚下这点地方还有椅子了。所以说 Funko 这个虽然大，气势很强，但你也不能说人家 HT 做错了。不过这里还是有一个被带跑偏的地方，就是2个故事之神呢都把这个袍子坐在屁股底下了，实际上到最后这个袍子已经化成无数的时间线扯在身上了，是飘起来的。看一下细节对比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Funko 的鞋子其实是做得更好的，它甚至有一些小的缝线啊，能体现出这个乐福鞋的感觉。相较之下 HT 呢就把乐福鞋稍微简化了一点啊，但是保留了露出的这个脚踝啊，还是挺有意思。身体部分的用料和开模精度呢那就没法比了， Funko 这个油光满面的， HT 的这个细节呢就相对来说好不少啊，也清晰不少。但是跟 Funko 一样啊，都省略了金色的边边和一些波点细节吧。侧面你看这个椅子的接缝和处理，你也能看出来 HT 的这个呢其实真的挺还原剧中的， Funko 做的那个才能叫金石塔，对吧？不比不知道啊，一比呢不管是色泽还是质感都很像金色橡皮泥。而且 Funko 连时间线都没做啊，其实还挺偷懒的。不过头发的建模呢，我还是挺喜欢 Funko 的，而且你可以看到他们2家把这个手臂的袖子部分的剪裁的细节还是有做的，真的是各有各的好啊。你也可以看到他们在石材的表现上也不一样， HT 呢用了一个比较消光的材质， Funko 用了一个亮光的，反而有点像大理石。其实 Q 版的东西也没有什么严格的还原指标啊，所以就这么比下来呢，我倒是觉得2家都有自己的特色，你喜欢哪个买哪个。
不过要说一下的就是 Hot Toys 这个呢，168你就可以买到啊 ，Funko 的这个呢600都下不来。总的来说，在品控、做工、细节上面呢，还是 Hot Toys 会略胜一筹啊。当然了，价格它也便宜。接着来看这个时间小姐啊，这玩意儿在小程序上竟然一开始直接卖断货了，我是真没想象到它人气这么高。分钟小姐呢是以洛基第1季的名义出的，整个包装盒更有复古的味道，美术的风格上，我个人感觉是更好看的。那这个时间小姐其实非常的简单啊，因为她连头都没有，又或者说她的身体就是她的头吧，其实就是之前希尔维出的那个 Cos Baby 里边这个配件的放大版。别人的 Cos Baby 都比1:6小啊，分钟小姐呢倒是比本体大了不少。地台呢简单看一下，就是洛基剧集的 logo， 你可以直接把它卡在这个大地台上面。本体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特别可爱的一个造型吧，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可动，用了一个半透明的材质啊，你从后面也可以看到接缝，就还原剧里的一个感觉吧。平时摆放呢，感觉还是稍微暗淡了一点，但是如果你从斜上方打光呢，整个看上去就会亮不少啊。或者你不要照的那么死啊，反正效果呢会比你单独摆放好看很多。分钟小姐呢确实是洛基剧集里特别有标志性的一个角色啊，但是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没什么好介绍的，118块钱的售价就看你能不能接受了。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就留给洛基的真爱粉冲吧。没想到2个 Q 版的玩意儿我能讲这么长时间，不过我也是真心喜欢啊，对我来说算得上是赏心悦目的2个小玩具。如果你特别喜欢神洛基这个形象，想解馋的，那 Cos Baby 这个很显然是个有性价比的选择。时间小姐呢，就看你是不是愿意被割了。反正我买回来呢，感觉它这小样还挺招人喜欢的。OK， 喜欢我的视频呢，就请一键3连关注，你的支持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，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聊天群，与我们一起聊玩具，理解热爱，分享快乐。我是鲨鱼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